如果你有实际到访过一个地方，就绝对没有批评他的资格。台湾其实对于大陆的恐惧来自于不了解。为什么不了解？因为很多时候资讯是被屏蔽，资讯是被扭曲的。如果不了解，那你就亲自去一趟啊。很多人他说我不敢去，为什么不敢去？教育环境，我的生长环境，在媒体上面读到的资料都叫做中国好可怕。教育环境是非常可怕，它不是直接明着写在课本里面的，这种氛围。钟明轩他是直接跟蔡英文拍过片的人，他都没有被抓，那你还有什么不能去？他用的是绿营喜欢用的语言，我的感受，我所看见的，他的做法很有意思。他在分享他的感受，给予的是客观的评价。我在去之前，多少有一些对他们负面的刻板印象存在。刻板印象是可以被打破的，意识形态是可以被转换的。有一些现在高喊台独的分子，我大胆预言，未来随着主客观形势的快速变化，过去有多台独，未来就有多统派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最近呢，这个钟明轩哦，又到了中国大陆去了啊，然后他陆续拍了好几支影片啊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啊，而且呢，竟然呢，登上了热搜榜第一啊！我说实在，我蛮惊讶，好，我是蛮惊讶的啊。那你看哦，有没有？抖音热搜榜第一名，钟明轩广州行爆1100万啊！这实在我很惊讶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想到说一个台湾网红啊，虽然他台湾是确实非常有名，已经是100万级网红。那可是去到了对岸啊，竟然可以引爆这么高的一个关注，而且我更惊讶的是什么？我看到对岸啊很有名的这个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沈毅啊，他在跟郭正亮对谈的时候，他竟然也讲了钟明轩的这个事件。过去其实钟明轩因为非常挺绿营嘛，我们也知道，过去是蔡英文的忠实拥趸嘛，像比如说你看这个侧翼，这也是个大侧翼哦，叫吴京杂志啊，这个绝对不是什么卖农业的啊，就是个大侧翼啊。这总统我来了，你看有没有当时有没有？2020台湾要赢，民主自由有我们的能力，也不过就在4年之后，好像2019年嘛，好4年多之后的今天，钟明轩呢已经变成哥布林口中破坏国家、败坏国家的败类，而且还变成大陆的热搜榜第一，还变成呢对岸的教授们研究的对象。那有一个点我先讲一下，我称赞钟明轩，你看他这里写的经营频道是我的乐趣之一，所以他真的很享受经营频道感，这也是他的频道为什么可以历久不衰。那最近他其实是连续发布了2篇啊，第一篇是说还能再去中国吗？对不对？第二篇呢是中国大陆第2集，对比于第一次一个人去中国，就是我所看到中国这2篇所引起的哥布林的群起攻击，最近的攻击是强度是少了很多啦。在这件事情上，哥布林事实上也占不到上风。这些小玻璃虽然玻璃心碎满地，铿铿锵锵乱七八糟的，留言的也友善化了很多，而且不少大陆的朋友来去给他加油打气。钟明轩在对岸的严格定义上，平常如果我讨论国际问题，我通常讲中国，对吧？但是如果讨论到两岸问题的时候，如果那天是比较严肃在讨论，我通常会比较精确的依照我们宪法的用法用中国大陆。可是你仔细去看，钟明轩对他来讲，中国或中国大陆其实他用的不是很精确，因为他就是一个一般的老百姓，他对于所谓宪法理解是非常遥远的啊，因为这个是我们作为评论员我们要去搞清楚的嘛。事实上，中国这个国家，这是他长期以来用法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这个国家的公民。看了先，中国我来了呀！一定会很多人说，你前阵子才因为去中国被骂，你这么好，你看你再去啊！把我跟大家讲清楚，非要讲太多。我前阵子呢，刚经历了一个非常大段的低潮，现在是牛眉，看破了不少。牛眉新生的人看破了不少事，也更认识了这个世界。我就算活在这个地方，与大多数人为敌，我也要用我的方式去告诉这些年轻人，告诉所有人。如果你没有实际到访过一个地方，没有实际到访过一个国家，那你就绝对没有批评他的资格。这个态度，我觉得是很多人很欣赏的一个部分啊。台湾其实对于大陆的恐惧来自于什么？来自于不了解啊。为什么不了解？因为很多时候资讯是被屏蔽，资讯是被扭曲的。那你说，那你如果不了解，那你就亲自去一趟啊。很多人他说我不敢去，为什么不敢去？因为我随时会被抓。可是你钟明轩他是直接跟蔡英文拍过片的人，他都没有被抓。那你还有什么不能去的？这也是为什么上一波民进党下了血本下了死本，硬是要 K 他。那这次民进党没有 K 他，说实在话，因为民进党很忙啦，民进党忙着在搞国会法，那他刚好在这段时间他出国，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也被棺材板压了很久。钟明轩因为你的大陆血统被你圈粉，不是因为你的立场有多好，而是你能够在台湾有清晰的逻辑，不因反对而反对。讲到年轻人真的太少了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政治立场，但不要成为井底之蛙。还有我大胆预言钟明轩绝对会再去中国大陆。
绝对会再去做到太大了，你根本玩不完。在大陆工作5年啊，那边人知道我从台湾来，很多帮助我的。你看他吸引了很多，其实两岸说真的，我希望两岸和平交流、两岸好的朋友，难道真的很少吗？而且各路的大陆网友，你看，包括连内蒙古的蒙古族都跑出来，欢迎大家来内蒙古大草原，非常不一样。钟明轩真的为台湾做了很大的善事，也就是说，他真的让两岸的交流啊打到了实际的地方。我从来不是钟明轩的粉丝，也过去也基本没有关注过他，会看他的东西啊，但是偶尔看就是挑着看哦。那基本没有什么大关注了啊，小关注有，大关注真没有。但是这件事之后呢，我经常在社群上面观察钟明轩的动态。那我必须讲啊，在两岸如此敏感的时候，谁敢做中国议题都会只要做的，我认为只要客观评价，都会拿到很好的都会拿到很好的一个这个评价了哈。当然啦，小波律是不能接受这种事情的啊，诚如我们刚才出现的小晃晃，对吧？但没有关系啊，逆风而行，好才能飞得高嘛。教育环境，我的生长环境，在媒体上面读到的资料都叫做中国好可怕。大家就是这句话，中国好可怕。钟明轩20几岁而已，20出头岁，我呢大概大家10岁以上。我们学到的东西还没有到中国好可怕，所以你知道教育环境是非常可怕，它不是直接明着写在课本里面的，而是那个氛围。这个氛围是因为民进党长期上台执政，民进党真的要长期执政的。赖清德如果继续当下去，很快民进党就连续执政10年哦。整个氛围，而且你不要忘了，从2014太阳花之后，整个台湾的反中的氛围就是越加浓厚。可是我觉得新一代的孩子有一个地方是很不一样的。你可以说他们的本质学的没那么好，你可以说他们经常中文写错字啊，你可以说他们好像很无聊，喜欢追星，可以爬金。但是有个事情是，我觉得我这一代或者是我们往上的一代跟不上这个20几岁孩子，就是他们接收讯息的来源是很多元的，还是有无脑仔，还是有每天在那边贴的，好像我们小编今天我们现在有一个18岁的大一的，他就分享他同学被青鸟行动就是大家知道在青岛街，但是因为青岛是中国地名，所以只能赶青鸟的那个在维立法院的民进党号召那一群，确实有人这样每天推每天洗。可是大部分的人他还是会试着去用不同的资讯来源，因为多元嘛，所以本质学能是比较弱，没有错，这一点是很实质的。但是也因为这样，所以他们接受讯息比较多元，所以对很多资讯他们会相信一段时间，但是他不会永久就相信。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昨天半夜3点，我们家那个其中一个小编他就半夜我也不知道他，我刚还没问他嘞，我等一下来问他一下。马英九8年负债累累，蔡政府帮年还债还年年有余，标准的认知作战内容事实上是假的嘛？根据中央政府债务未偿余额啦，马政府到蔡政府债务是逐渐增加，并未因为蔡英文时期决算出现剩余债务而让债务减少。所以就说对他们来讲，民进党那一招完全垄断资讯，想要继续靠着洗脑的方式把所有年轻人通通带偏通通带走，或者是说确实有人会被带走，但不是所有人都会被带走，而且在这种多元事情的平台上，它反而出现很大的问题。那这个也是为什么他们对钟明轩这样的叛徒不能接受。理论上钟明轩就应该认知到中国好可怕，就应该是民进党的铁票。你怎么可以去中国旅游？怎么可以讲真话？你怎么可以做资讯查证？可恶透了！你们就该无脑的相信我民进党，民进党人的心态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这个心态。你从这几天以前我讲，很多人说历史跟你这种讲法太偏激了你这样不公平，民主政治，民进党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。但是这几天在立法院外面的青鸟行动，实实在在的证明我的判断，我的预言是完全命中。不要说那是判断预言，因为我 I see， OK，I'm watching them。我看了很长的时间了，好吗？我以前的影片，我那时候对于中国人没有好感，没有好感。中国这2个字对我来说就是贬义词。贬义词。我在去之前，多少有一些对他们负面的刻板印象存在。这关键，刻板印象是可以被打破的，意识形态是可以被转换的。有一些现在高喊台独的分子，我大胆预言，未来随着主客观形势的快速变化，有一些台独分子会跳船跳得比你想象还迅速。过去有多台独，未来就有多统派。看到我感觉到的感觉体验，透过我拍了12年的频道。这里也有一个很重要，钟明轩不是第一天出来拍频道，他拍了12年，我才拍5年，他拍了12年。
我觉得他的 credit， 他的品牌信用度已经建立起来，这也是为什么民进党人当初要找他拍片嘛，对吧？哦，这个就是民进党最害怕的事情。当一个有公信力的人，当一个呢常青的品牌，然后呢，当一个过去支持他们的品牌、支持他们的人，一个 KOL， 就大型 KOL， 而且他不是政治的 KOL， 我们是讲的是评论的政治时事，多少会被人家戴有色眼镜，说啊你长期只有骂民进党啊，你都不骂国民党。其实我们常常在骂国民党，常常在骂民众党，骂到民众党的粉丝每次都说我都很偏心，对不对？骂到有些这个国民党的铁粉啊，这个对我也很不高兴。他们不会看见，因为我们主要还是监督执政党嘛。但是我们已经被贴标签了，被贴很深的标签，说这个就是蓝莓，这是韩粉，这是脑粉。好，那只会骂我们民进党。但是我先说，民进党你做什么，我们能够支持你的事情，你先丢出来嘛。你这一种连多数这个服从多数都说成多数暴力的情况之下，那有什么好说的？那没关系啊，这个其次。但我治不了你，终究有人会治你。那对我来讲，当钟明轩跳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做什么事情？我们就是公正评价。公正评价连带的人家回头看我们过去言论的评价，就会发现他们民进党给我们贴的标签通通都是假的，只有一件事情是真的。什么是真的？只有事实，然后把它陈述出来，这是真的。 OK， 到分享给我的观众，分享出去，这一点危险。分享你怎么可以分享给你观众？你在动摇国本，你在为共宣传，这就是周明轩的罪啊！周明轩有什么罪？罪在此啊！既然会有人站在你的面前告诉你说你说的是错误的，很多人说啊，那地方好可怕，千万不要去，千万不要去！哎，新疆警又提出来了，你在教训民，很多新疆人好可怜，新疆人好可怜，被政治破坏好可怜，被政治割了好可怜。对啊，然后你问他，你怎么这么了解？你上次去中国是什么时候？我发现有3种人，第一种是哦，我没去过；第二种人是那地方真的好可怕，别那这我可能别去了，别去了啊！你上次去什么时候？10年前。10年前好落后。呀，最后一种人就是第3种人，是我收到了不少的私讯跟留言，他们会说，他们可能之前在中国的旅行体验不是很好，在北京被仙人跳过，被导游骗钱，被诈骗，被抢劫，他们今年在中国的某个城市的旅行体验、工作体验不好，没有这些体验 ，I'm so sorry。但这终究是你的旅行体验，你的人生体验，你没有资格把你的旅行体验套用在我身上。他用的是绿营喜欢用的语言，我的感受，我所看见的，我所感受到的，我告诉你，但他的做法很有意思。他在分享他在感受是什么，可是他给予的是客观的评价，这就很有杀伤力了。民进党的人厉害的地方就这里，他们在做政治宣传的时候，他们常常说，他一点杀伤力，因为这是我嘛，你不用在意我，没关系 ，That's OK，That's OK， 你就听听看哦，那你就觉得很舒服，你有办法把它听进去。可是他其实在 PUA 你，当你不接受的时候，他可以翻脸，然后对你用情绪勒索、恐吓、绑架，说你怎么会这种感觉呢？你这样子是在贬毁台湾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子是在出卖台湾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是在替中国讲话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中共同路人了，你知道吗？那相反的，周明轩厉害的地方是，他用了一个绿营的受众会接受的语言，可是他却讲出了，事实上，他意思是这是我主观的感受，可是他讲出的是客观的体验，一枪毙命，棒棒。